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智慧帮，我是宝咖咖。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如何使用恒温加热台来拆焊与焊接零件。这是除了烙铁之外，另外一种非常实用的拆焊工具哦。特别是在单面贴片元件的电路板上面，比烙铁更加方便高效。这是一台特斯拉线圈，因为玩得太开心了，结果就弄坏了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如何一步一步的修复它。首先，我们使用可程式电源供应器。因为特斯拉线圈的输入电压高达48伏，所以我们用2台 P906 电源模组来串接，各设定24伏，合起来刚好48伏。我们插上电源并开启输出后，从萤幕显示可以看到输入只有4.8伏，但功率已经达到48瓦，这代表线路短路而且不正常。接着第二步，我们开始拆解。这里面有3片电路板，第一片是高压侧的线圈电路，第二片是主控电路，第3片呢，则是连接散热片，是功率元件的电路板。今天的主角是加热台，所以零件的好坏诊断过程我们就先跳过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这部影片，或者我们有机会在后续影片再来详细说明。现在我们要处理的是铝基板的功率元件电路板。铝基板呢，不同于常见的玻璃纤维电路板，因为金属基板的导热极佳，可以快速的将功率元件的热量传导到散热片。但这也带来一个问题。当你使用烙铁或热风枪拆焊零件的时候，热量会被金属基板快速吸收，导致焊锡没有办法顺利的融化，拆焊过程呢就变得非常的困难。这时候该登场恒温加热台啦。相比一般的大型加热台，这款加热台不仅面积小巧，加热速度也快，特别适合局部零件的拆焊与检修。我们设定加热台的温度，一般来说设定在250到300度就足够。将电路板放上去，很快的就可以看到焊锡融化了。这时用镊子轻轻夹起零件即可。小巧的加热台还可以减少烫伤的风险哦。这对于以前常在品保部门做实验，被大型加热台烫到起水泡的我来说，真是救星啊！拆焊完成后，电路板上可能还会残留焊锡，这时再加点助焊剂就可以了。如果焊锡不足，补上一点锡膏。接着将新的零件依序摆上电路板，放回加热台加热。当焊锡融化的时候，用镊子轻轻地拨动零件，让零件与电路板更紧密的接触，同时利用焊锡的表面张力，让零件自动回到正确的位置。待焊接完成之后，零件就稳稳固定啦。如果你发现零件的接角焊锡不足，可以先将加热台的温度设定为150度，让电路板保持适当的预热状态。接着拿出恒温烙铁跟焊锡丝，将电路板放在加热台上进行焊接操作，逐一加强零件的脚位焊锡。完成后取下电路板，待冷却便可以进行组装和测试啦。补充一下，为什么在焊接时需要用加热台辅助呢？因为金属基板会快速吸走烙铁的热量，导致焊锡无法融化。如果你硬要调高烙铁温度来解决这个问题，虽然可行，但高温有可能损坏零件，特别是焊接时间过长的情况下。所以使用加热台不仅提高效率，还可以更好的保护零件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恒温加热台的拆焊示范。这是一种除了烙铁、热风枪以外非常实用的工具。对了，另外还有锡炉，也可以参考这部影片哦。如果有任何问题或想知道的细节，可以在下方资讯栏查询，
或是在留言区告诉我。感谢您收看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让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